著名活动人士原瑞典那位环保少女格雷塔·通贝里已经长大成人，今年22岁了。现在她的重点是联合欧洲其他人士一起为加沙人民奔走。不管是否有表演成分，她确实在身体力行。最近，他们的船只在公海就被小姨子海军扣押了，他们也被抓进了小姨子监狱。据他们自己称，在里面受到非人待遇。随后，通贝里被驱逐出境。我们来看看德国《时代报》对此事的报道。加沙援助船队活动人士谴责以色列的对待方式。被以色列扣押的加沙援助船队活动人士抱怨非人道条件，以色列对此予以否认。格雷塔·通贝里现已被以方驱逐出境。咱们看配图，加沙援助船队活动人士指控以色列实施虐待，他们的船只在前往加沙途中被以色列海军截获。以色列已驱逐了被拦截的加沙援助船队的另外171名活动人士，其中包括瑞典环保活动人士格雷塔·通贝里。整支援助船队由约500人及50艘船只组成，他们原计划前往加沙。国际援助船队成员在从以色列羁押中获释后，称其遭受了非人道的对待。9名瑞士活动人士在联合声明中控诉了睡眠剥夺及饮食供应不足的境遇。一名活动人士周日返回日内瓦时，向《每日导报》表示，他和同伴们成为了以方酷刑与暴力侵害的受害者。西班牙活动人士被遣返回原籍国后，也指控以色列当局实施虐待。参与船队活动的律师拉斐尔·博雷郭陈述，他们殴打我们，将我们在地上拖行，蒙住我们的眼睛，绑住我们的手脚，关进笼子，并侮辱我们。以色列外交部发言人驳斥了这些指控。格雷塔·通贝里被以色列驱逐出境。以色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除通贝里外，还有德国公民参与本次船队行动，目前均已离开以色列。这些人员今日已被从以色列驱逐至希腊和斯洛伐克。该部门还公布了据称拍摄于以色列机场的瑞典活动人士通贝里的照片。以色列海军于上周拦截了该船队船只，并扣押了船上人员。根据德国外交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有14名德国活动人士仍被以色列羁押。格雷塔·通贝里同样对以色列提出指控。据英国《卫报》报道，通贝里曾向瑞典代表反映在以色列拘留期间遭受苛刻对待。他表示，既缺水又缺食物，并出现疑似由臭虫引起的皮疹症状，且长时间被迫坐在坚硬表面上。该报援引了瑞典外交部发给通贝里亲友的电子邮件内容。以色列政府同样否认了这些指控。以色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称，这些说法是无耻谎言，强调所有被拘留者的权利都得到了充分保障。而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则公开表示，我为我们将船队活动分子视为恐怖支持者来处理感到自豪。这位极右翼部长在声明中宣称，支持恐怖主义的人就是恐怖分子，理应享受恐怖分子应有的待遇。好的，各位，报道就那么多，现在来看看德语区网民评论。我们要考虑到德国政府以及德国媒体的立场是轻小椅子的，从这一点来看，德语区网民的评论就比较好理解他们了。咱们看第一条评论。说实话，我很难想象这些备受关注的活动人士会成为酷刑受害者。我不认为以色列当局会如此愚蠢，但当然，一切皆有可能。或许后续还会有更多信息披露。无论如何，这场从一开始就注定无法取得任何成效，必然以失败告终的行动终于落下帷幕。活动人士拿到了他们的照片或任何什么东西，成功吸引了公众关注，来传播他们的诉求。现在，人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建设性解决方案上，这才是值得期待和努力的方向。继续往下。看网民应该是游子，他是这样说的：对所谓的虐待行为，难道没有任何相应证据吗？比如医学鉴定或遇伤照片？格雷塔受到的待遇如此糟糕，以至于他拒绝了加速驱逐程序。
从而不得不在监狱牢房里待更长时间。再往下，本格维尔的声明恰恰暗示了这些指控是确有其事的。下一则，以色列本应专注于打击哈马斯并保护当地平民，此举确实损害了以色列的国际形象。不过，格雷塔的议程也令我怀疑，他本可以航行至圣彼得堡或在莫斯科示威，为何偏偏选择以色列？这一切早就在暴力升级前就已开始。以色列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左翼绿色先锋派的假想敌，这确实与反犹主义存在关联。这段历史高度复杂，巴勒斯坦人沦为各方势力的棋子，其中不少曾支持哈马斯，而以色列定居者在他们军队协助下侵占土地，所有这些都构成了事实的不同侧面。继续往下，还有什么可惊讶的？确实有大量关于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监狱遭受严重虐待的报道。既然如此，他们凭什么会优待这些被关押者呢？在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对囚犯的待遇理应符合人权法和国际法标准，但以色列人似乎早就将这两者抛诸脑后了。再往下，报道引用通贝里的话说，他长时间坐在坚硬表面上。然后这位网民这样评论，这也符合德国普通拘留牢房的舒适度标准。下一则，这些活动人士是在国际水域被以色列带走的，仅这一点就足够了。格雷塔曾对加沙地带的状况表示不满，以色列部长们称他应该亲自去加沙提供帮助，于是他去了，并且引起了媒体关注。以色列做了什么？阻止了援助船队，这很能说明问题。以色列关于自己只打击哈马斯并保护巴勒斯坦平民的说法不攻自破，阻止救援船队是毫无道理的。再往下，以色列政府的行为令人遗憾的使此类指控显得可信。在以色列士兵袭击欧盟外交人员、攻击卡塔尔以及在加沙的总体行为之后，以色列正在违反国际法。下一则，感谢对这些酷刑情况的描述。现在我能更好地理解巴勒斯坦被拘留者的关押条件了。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活动人士对以色列人质的命运漠不关心。毕竟，比这种酷刑更糟糕的事情，他们似乎根本无法想象。继续往下，他们上次也提出类似指控。直到后来出现的视频证据显示情况恰恰相反，这帮人不停地撒谎，对他们的每项陈述都应首先持根本性质疑。报道说，他长时间坐在坚硬表面上，然后这位网民继续说：“天哪，他坐在了坚硬表面上，真是戏剧性！活动人士居然好意思为这种琐事抱怨，难道他们自己不觉得尴尬吗？”此外，《时代报》这篇文章未提及另一个情况，包括格雷塔在内的多名活动人士故意放弃了加速驱逐程序。再往下，身处国际水域的人员如何能被合法扣押？下一则，既然以色列方面一边否认指控，一边又自豪地宣称这些活动分子受到了与恐怖分子同等的对待，那么这些活动人士们的描述恐怕更值得采信。下一则，既然他们连欧洲公民都这样对待，简直不敢想象在监狱里会如何对待巴勒斯坦人。继续往下，如果有人被殴打或在地上拖行，应该会造成明显伤痕。这些伤痕的照片在哪里？再往下，外交部长和安全部长毕竟同属一个政府，不是吗？我很喜欢以色列，但这个右翼激进政府不仅践踏人权，甚至连自圆其说都做不到。内塔尼亚胡和他的团伙，加上残存的哈马斯领导层，都该被送上法庭。下一则，考虑到那些真正的暴力政权，比如俄罗斯、阿富汗、朝鲜，去那些地方巡航需要更多勇气。以色列的做法听起来确实很符合人权标准，
从获释后开始，到他长时间坐在坚硬表面上为止。这里实在看不出以色列有什么严重的罪行，可能中国和其他10个国家处理起来会更不留情面。德国知识点评：由于西方媒体数十年如一日的洗脑，导致中国经常躺着也中枪啊。下一则，既然他们根本没有装载任何援助物资到船上，很明显他们从一开始就只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制造轰动新闻。继续往下，我毫不怀疑活动人士遭受了不当对待，并认为这些行为是不合理的，但我也想指出，这种情况的发生从一开始就可以预见，而且以这种方式前往加沙的做法整体上毫无意义。再次澄清，我的目的不是为以色列工作人员不可接受的行为开脱，而是认为这次行动效率低下，且结局早已注定。这些精力本可以投入到更有效的行动中。好，朋友们，刚才我们看的这家中间偏左媒体的网民评论就看到这里了。目测大概有3到4成是站在小姨子角度说话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中间偏右的德国《世界报》网民对这一事件的评论。第一条评论：那他可真该感到庆幸，那些他不断颂扬的绑架者手中的人质，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处境恐怕要糟糕得多。继续往下，是呀，不得不离开舒适区了。天哪，同情心评分从1分到10分的话，我给-8分。再往下，为什么媒体还在报道这个女人？如果媒体能保持安静，对大家都有好处。可现在连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被炒作成侵犯人权，监狱可不是什么5星级酒店呀。下一则，是啊，我们亲爱的格雷塔又在那儿装可怜了，扮演邪恶以色列人的受害者。除此之外，这事根本不值得评论。再往下，这些同志们到底指望什么？他们应该开着船来德国呀，在这当然能享受5星级待遇，简直荒谬透顶。他们该庆幸船没被直接击沉，真是受够了。这帮同志完全搞不清状况。下一则，哦不，他居然不得不坐在硬邦邦的表面上。再往下，这些活动人士到底在期待什么？难道是赴宴的邀请函和5星级酒店吗？下一则，这很有意思，我们倒很想知道格雷塔·通贝里会对巴勒斯坦监狱的条件作何评价，前提是那里确实存在值得讨论的法治结构。再往下，真该放格雷塔进入加沙地带，在那儿臭虫只会是他最小的麻烦。下一则，通贝里女士真该去问问那些曾被关押的以色列人质，什么才叫恶劣环境。不过她似乎压根儿没考虑到这些人，反正我从来没有听过她对那些人质发表过任何看法。再往下，请不要再给这个沉迷于自我表现、渴求关注的女人提供什么舞台了。下一则，至少她的处境远比那些以色列人质要好得多。这些人质至今仍被哈马斯恐怖分子扣押在某个隧道洞穴里，落入了他曾天真支持过的伊斯兰主义和反犹恐怖分子手中。多么可疑又麻木的人啊！下一则，完全不论他陈述的可信度如何，他事先甚至曾被警告过其行为会带来后果，但他依然执意前往，还想用几艘小破船突破以色列这样的军事强国的封锁。相比之下，臭虫只能算是可能遇到的相对较好的麻烦之一了。下一则，我为什么不信这疯子的话呢？因为他之前发布的所有内容，比如那个宣称自己被绑架的视频，全都是精心策划的。这次这些关于以色列拘留条件的离谱抱怨肯定也一样。想想那些真被扣押了2年、挨饿脱水、受尽折磨的以色列人质，
通贝里的这种表演真令人作呕。不过现在他至少能凭自己的想象体会一下又渴又饿的滋味了。这位女士才几小时就觉得必须诉苦，真正的以色列人质到底在经历什么，她知道吗？再往下，她连个枕头都没得到，这简直是严重的虐待。也许她该明白，监狱不是酒店，尽管她是个名人，但她作为罪犯是不会被温柔对待的。下一则，是呀，这太糟糕了。比如，这让我想起那些因为气候活动人士封锁高速公路，不得不带孩子在100河隧道前堵车数小时的人们，没有饮料，没有厕所，什么都没有，根本没人在乎。这种双重标准真他妈恶心。怎么看最后一条评论？哎呀，亲爱的格雷塔，违法的人终究会进监狱，而不是住进特拉维夫的希尔顿酒店。这在你们瑞典也该是常识吧？好的，朋友们，大家看吧，这家中间偏右媒体的网民几乎全是讽刺揶揄这位瑞典活动人士的，而且几乎全是些亲小姨子的德语评论，令人叹为观止啊！老实说，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好吧，朋友们，今天就此打住。各位，你们怎么看这些德语评论呢？